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健康生活100分，我是小米。糖尿病是常见的都市病之一，发病初期症状并不明显，但并发症却可以致命，所以被称为都市病的隐形杀手。糖尿病是一种代谢性疾病，可以分为1型和2型两种。1型糖尿病又称为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，是自体免疫性的疾病。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并破坏产生胰岛素的胰岛贝塔细胞，使身体无法自行合成足够的胰岛素，需要注射胰岛素来补充。2型糖尿病又称为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，患者一般与肥胖、不健康饮食习惯、有家族病史、缺乏运动等有关。他们的胰脏还有制造胰岛素的能力，但因为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不好或胰岛素分泌不足，使血糖无法正常下降。有报告显示，2型糖尿病患者在10年内患上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机会是一般人的2至4倍，而需要下肢截肢的几率更增加到20倍。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，全球有超过4亿人患有糖尿病，其中90%以上是2型糖尿病。令人担忧的是，许多患者在确诊时已经处于中晚期，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已经存在多年的糖尿病症状，但却未意识到。如果我们可以一早地察觉到这些症状，便能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管理血糖水平，从而降低患上并发症的风险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症状能让我们及早察觉糖尿病吧。经常感到口渴。糖尿病患者由于身体无法正常分泌胰岛素，导致血糖水平升高，身体便需要更多的水分来稀释血液中的糖分，从而导致口渴感增加。因此，即使喝了很多水，仍然感到口渴，并且无法解渴。排尿次数增加和尿量多。排尿次数增加和尿量增多又称为多尿症。身体为了排出多余的糖分，使得水分也跟着从肾脏排出，造成尿量增加，也造成患者经常感到口渴口干。这也是为什么多尿症常常和口渴征兆一起出现的原因。食欲增加。食欲增加也是糖尿病的症状之一。糖尿病患者由于身体的细胞无法充分利用血糖，导致血糖不能有效地进入细胞提供能量。当血糖无法正常进入细胞时，身体会感觉到能量不足，从而出现饥饿感。这会导致食欲的增加，特别是对高糖和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有更强的渴望。体重莫名下降。由于糖尿病患者体内的血糖无法正常进入细胞提供能量，身体便会开始分解脂肪和肌肉来获取所需的能量，使脂肪和肌肉流失，从而导致体重减轻。如果你没有明显改变饮食或生活方式，但体重持续下降，并伴随着其他糖尿病的症状，建议要咨询医生，并进行进一步的诊断。伤口不容易愈合。糖尿病患者常常面临伤口愈合困难的问题，这是由于高血糖对身体的影响。高血糖可以损害血管，使血液循环不良，从而减少氧气和营养物质供应到伤口区域。此外，高血糖还会损害神经功能，导致对痛觉、温度和触觉的感知能力下降。因此，他们可能不能及时察觉到伤口的存在，从而延误了治疗。由于糖尿病患者的身体抵抗力比一般人较低，所以伤口容易反复感染和愈合缓慢。皮肤很痒和反复感染。糖尿病患者常常出现皮肤很痒的症状，这是由于高血糖水平导致血液循环不良和体内水分流失，使皮肤变得干燥，引起很痒。除此之外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病变也会影响到皮肤的神经，导致皮肤有很痒和刺痛等异常感觉。由于糖尿病患者的免疫较低，所以比一般人更容易受到细菌和真菌感染，如蜂窝性组织炎、念珠菌感染、足癣和蹄癣等。这些感染通常也会伴随着很痒。牙龈反复感染。
由于高血糖水平和免疫系统的受损，使细菌更容易在牙龈中繁殖，导致牙龈容易反复受感染，并发展成牙周病。反复尿道炎，由于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含葡萄糖量偏高，为对身体有害的细菌和真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，它们利用尿道中的葡萄糖作为营养源和繁殖，导致病菌过度生长并引起尿道炎。除此之外，高血糖水平会改变尿液的 pH 值，使尿液变得偏酸性。酸性的环境容易滋生病菌，从而增加患上尿道炎的机会。容易感到疲倦，糖尿病患者经常感到疲劳，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控制血糖的能力不好，造成食物代谢之后的葡萄糖都累积在血液中，无法进入细胞及器官，转化为能量利用。当没有足够能量时，就会出现全身无力以及无法集中精神等情况。手脚麻木和刺痛，糖尿病会影响血管的功能和健康，导致微循环问题。微循环是指小血管中的血液流动，它能为神经和其他组织提供所需的氧气和营养物质。当微循环出现问题时，会导致手脚末梢的血液供应不足，造成麻木感。高血糖还会损害周围神经，这称为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，它会影响神经传导的功能，造成手脚麻木或刺痛。皮肤色素沉淀和肤质转变，胰岛素阻抗是黑色棘皮症最常见的原因。黑色棘皮症是因为黑色素沉淀、角化，使得患处皮肤变黑、粗糙、增厚。通常发生在皮肤皱褶的位置，如颈部、腋下和鼠脐部。由于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，导致血糖升高，进而刺激身体胰岛素分泌过多。当血液中胰岛素浓度过高时，胰岛素便会刺激局部的皮肤细胞增生，造成黑色素沉淀和皮肤过度角质化，使皮肤变粗和变黑，像洗不干净一样。视线模糊，糖尿病引起视线模糊的原因，主要是因为血液中的糖分过多，导致视网膜的微小血管阻塞，从而切断血液供应。为了获得足够的养分，眼睛不得不从旁边长出新的细小血管，但新生血管经常发育不良和脆弱，容易破裂，容易渗漏液体和血液。当这些液体布满眼睛的玻璃体时，会进一步导致黄斑部水肿，影响眼睛的正常功能。而如果新血管阻碍到正常的液体流出眼睛，眼球就会产生压力。当眼压超过身体能够承受的极限时，就会损害视神经，导致青光眼的发生。如果你发现自己出现了上述的症状，尤其是多个症状同时出现时，建议尽快咨询医生进行进一步的检查。早期发现有糖尿病并采取适当的措施，积极的改善生活方式，能够预防并发症的发生。希望以上的信息能为你和你的家人迈向更美好的生活。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好友。祝你健康幸福，每天都过得精彩。我们下期再见。